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如果今年换行业或者是选择创业的话，那么这个前途会怎样？今天呢，我希望来帮助所有的想要在今年工作当中有所转变、有所提升，或者是有所变化尝试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你的一个换行业或者是创业相关的一个运势以及相关的一个前途。那我们都知道啊，无论是换行业还是去创业，其实有的时候呢跟时间点是很有关联的。也许在一个时间啊，某一个时间段你去换行业或者是创业，也许非常的有利于你，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个时间段里啊，或者是针对于你当下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情况，也许未必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要通过这个连接宇宙的能量啊，来帮助所有想要在，或者是你有考虑过啊，今年你想去换一个行业啊，或者是想去创业，自己去突破一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去这样尝试，如果你这样子走出去的话那么这个前途对于你来讲会是怎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一个跟事业跟你的理想，或者是跟你在当下想去做一些改变，去让你的我们会从金钱方面呢，会从你的这个前途方面呢，也会从其他的当然我们要看了，也许这个东西它的影响是很多的，也有可能你去做的这个换行业和这个创业的事情，它所影响的只是你的物质层面。所以我们会针对每一个牌组里的能量信息来给大家就是去连接或者是分析一下这个运势好，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呢感兴趣，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我们来看一下每一副牌的能量首先呢，第一副牌的朋友，这里我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石膏，透明的石膏，石膏柱来，那你们的这个塔罗牌呢是好莱坞塔罗牌是那种画风我们会现在我们会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也许这个画风或者是这个里面的能量你看了以后会非常的有感觉嘛，是不是？OK， 那第2副牌的朋友呢，这里你们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太阳石那么你们的这副牌它叫 Pentasman Tarot Pentasman来，这个是你们的牌卡这个画风大家感觉一下。这一副牌的就是那个画风应该是比较有那种像那个童话故事好的，这个是太阳石第2副牌的朋友。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这里你们的宝石，今天我给你们选的就是这个黄铁矿石来的黄铁矿非常的亮，黄铁矿。那我们这里是一个那个纹身你看这个图腾有点像纹身的那个图腾纹身塔罗Tattoo Tarot。 好 OK， 好的那为了方便呢你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一起来问一下宇宙，请你告诉我，如果我今年换行业或是选择创业的话，那么前途究竟会怎样呢？
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方向，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个能量宝石，在当下呢跟自己最有对应、最有连结。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一些朋友呢，如果在选牌的时候啊，对其中的一副牌卡，然后呢另外的一颗宝石呢，同时非常的有感觉，那么我会建议你呢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啊你的能量还有你的信息确实是被分到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也就是说你听2副牌的内容啊，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或者是有帮助的信息。好的，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如果你今年换行业或者是选择创业的话，改变你的这个工作啊当前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前途究竟会怎样呢？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哦。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透明的石膏，那么这个透明石膏呢，当前的这个能量啊，其实是希望你能够去清理一些障碍，清理一些垃圾，清理一些可能当前的杂乱无章啊，这个是透明石膏带来的一个能量。好的，我们先放到一边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宝石。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牌，我可以先跟大家看一下，但是这个主牌呢需要我们去通过其他的辅助的一个能量去做一个综合的解析。首先呢，我们去讲太阳的能量啊，它其实是在讲你的一个人生使命，你这一生这一世啊，想要去在这个地球之上去寻找的一种可能。那么太阳在天秤座呢，其实给人的感觉是和谐的是美妙的，所以在这个很和谐的能量当中，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如果你今年换行业或者是选择创业的话，这个前途究竟会怎样？我们要来通过具体的塔罗牌一起为大家分析出这个讯息。OK， 这个是第一张，太阳在天秤。OK， 好，来，我们一起来抽牌啊。那今天的这个连结呢，我想给大家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能量的一个验证吧。因为不同的朋友可能当前所面对的这个局面或者是这个局势不同，而且我们每年呢，或者是我们去想着换专业、换行业去创业，每个人的初衷和理由可能也不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来看一下，先来连接一下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要来看一下你们当前的这个状况，或者是你们的心态，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对应啦。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宇宙请你告诉我们，当前你的一个状态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第一张牌呢，我抽到的是权杖国王的逆位。这张牌呢，因为是权杖国王嘛，它的能量呢是在火象啊，所以我会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就是当前你的这个对于自己工作事业的一个心态吧，我觉得你们没有去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说简单一点，可能你觉得自己当前有一点大材小用，这个平台也许对于你来讲，它不是那么的合适。这个领导或者是当前你要去听命于的这个老板，也许并没有那么的重视你，所以你可能在工作当中会觉得做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干劲，你觉得自己的能力，你觉得自己的天赋，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想要去表达的东西啊，不能够让你去得以施展。所以当前的这一个权杖国王的逆位，其实我会觉得有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力应该是蛮强的，因为这里已经到达了国王，你们的能力应该很强，它可能代表着你的经验很多，或者是你已经不是初到职场的菜鸟，就是也不是初到职场的那种小白了，你有经验的，你也知道职场里的一些东西，你也知道自己可能当前就是说想要去得到什么，或者是想要去成就什么，我觉得你心里是有目标的，但是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当前可能需要一些环境，需要一些契机，需要一些我们在讲千里马跟伯乐的连结。所以呢，我今天听到的第一张牌啊，就是这个权杖国王，来自你们的能量当前的一个展现，可能有一点委屈，有一点屈才，还有一个能量就是你们当前做的这个事情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热情，这个事情有可能对于你来讲太简单了，
或者是说你觉得当前你工作你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只是为了谋生啊，只是为了谋生，而不是说你真的把它觉得说这是你的爱好，这是你的兴趣，这是你的天命，可能差了一点这个我觉得是这种火辣辣的感觉啊，火象的能量嘛，需要一些激情，需要一些热情，需要一些激动啊，来推进这个我们说的行动啊。所以行动来看的话呢，也是有所缺乏的，所以就会给人的感觉，现在的工作和事业有一点乏味啊，有一点乏味。OK， 这第一张牌。好，第二张，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需要几张牌啊？来，第二张牌呢，这里是一个圣杯四了。圣杯四呢，当前又是一个逆位的啊。这张牌呢，在告诉我，有些朋友当前呢，对于你的机会啊，你周围的机会，或者是说你周围的这些跟你有机缘巧合的这些人们啊，我们在讲贵人也好啊，这个是同事也好啊，朋友也罢。我感觉到你现在对于自己的周围的这些机会啊，或者是这些人呢，你有一点点不是很想去跟他们打成一片啊，不想跟他们打成一片。我觉得现在的你呢，有一点是说，对于你的这个机会，或者是对于你可以去收到的 offer 啊，你心里其实有一点犹豫。我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属于有能力的人啊，你们是属于有能力的人，其实经常会有人给你抛向橄榄枝的，经常会有人想要去跟你一起合作的，经常还是会接到一些别人对你的好感和兴趣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个 offer， 可能你们觉得不够好，因为你们可能比方说心气比较的高，或者是你们觉得自己其实值得更好的，但是呢，当前你能看到的机会啊，只是在你可能70%-80%的满意程度，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会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对于你身边周围的机会是稍稍有一点不是很重视，不是很屑于去理会。但是呢，在圣杯四的这个牌里，我也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慢慢的，可能你们也会去就是看到别人的诚意啊，可能有一个人啊，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你还是蛮执着的，可能很想把你挖墙角，或者是很想去跟你合作，或者是很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去改变它。那么比方说有人想跟你一起去经商，有人想一起跟你去合作，有人想一起去跟你做成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把你的这个能力和他的资源绑在一起啊，可能是有这个的啊。那么我觉得你现在开始呢，慢慢可能会有一点考虑，圣杯四逆位嘛，并不是完全闭着眼睛不听不理，而是呢现在开始有一点去想适不适合，可不可以给他机会，或者是自己能不能够在这个机会当中呢有所突破实现自我的成长，完成自我的价值，或者是争取自己想要的自由和独立。 OK， 这个是我觉得当前有的可能啊。好，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具体的一个状况我们要说清楚然后我们才会去看。好，那么第三张牌呢，就是这个 Justice。非常明显，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当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是需要去做的。这个很重要的决定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年是否换行业？今年是否去创业？那么我看到的能量呢，在你的能量里我觉得是有合作案的，是有 offer 的，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接不接，对吧？这个合作伙伴要不要跟他绑在一起，还是自己做？又或者是说 OK， 有没有必要去离开你当前的稳定有些朋友，我觉得这是你心头所衡量的左右或者是前后，一定是有想法的第一副牌的朋友，而且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重的，就你们考虑的很多你们考虑的很多。那么在 Justice 这里呢，我还有一个能量给大家参考，就是我看到你的心里不仅仅在考虑自己，你还在考虑其他的方面。这个其他的方面呢，有可能是你过去原本公司以及你新公司新的这个创业的公司，他们两个人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利益或者是矛盾的冲突，或者是你在考虑你对原来的领导，你对原来的同事 OK 离开他们自己去
做，或者是换一个行业，换一个公司。我觉得你也在考虑，就是说你的这个改变和变化会不会对别人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你考虑的很多，你考虑的很周全，所以今年的这个改变在你的心里其实是有一段时间了，你已经对这个能量有相当一定的考虑了。但是呢，当前我觉得你可能是需要去最后的下定决心了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最后的下定决心，最后的去做出这个决定，最后的去给出相关的人、相关的事，我觉得是一个沟通，一个所谓的决绝。因为如果是改变的话，可能需要有这种递辞呈啊，完成工作的交接呀，新合作伙伴之间的合同啊，对吧？法律相关的事情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决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决定所囊括的、所影响的东西也很多。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在告诉我啊，你们一定是动了这个心思，你们一定是有这个想法，只是说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和谁一起去完成啊。这个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啊。好，那么我们连接了这个能量以后呢，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要对应一下这个能量信息是否和你当前的情况呢是有相关的交叉的部分，是否针对于你现在的情况呢是有连接的。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来看，那如果你今年选择换行业，如果你今年选择去创业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前途究竟会怎么样啊？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好，我们来抽一下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今年换行业啊，这个我们所谓的换工作啊，那创业 OK 前途会怎样？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如果你选择做这个巨大的变化的话 OK 前途怎么样？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呢是不稳定 unstable， 这个前途呢会不稳定啊，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能量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在于什么呢？如果你下定决心换行业或者是选择创业的话，你在金钱财富方面的这个稳定性将会被打破。这个能量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理解啊，因为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会觉得你有一定的基础，你可能有工作经验，你有好的公司，你有好的比方说合作，或者是你有好的一个项目，很稳定。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啊，各种原因，也许你想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就一定会打破你之前的稳定，或者是你当下的稳定，一定会打破。那么在这个期间会有过渡期，在过渡期里面，你的金钱和财富的这个现金流呢，就会有上下的波动，上下的起伏。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这个过渡期里面，可能你投出去的钱比你能够收回来的钱要更多。因为我看到这边啊，也许有朋友想要去，比方说跟别人合作，或者是自己创业，或者是换行业，那么你们就有一段起始的这个能量。起始的这个能量里面，比方说创业的朋友啊，刚开始创业是最难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名气不大，或者是你的这个公司刚刚成立，有很多的钱是要花出去的，法律相关的费用，对不对？那比方说租办公室买这个什么名片呐，或者是搬家呀，这都是费用来的。又或者是换行业的话，也许你刚开始需要去学习呀，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的这个程度没有那么高啊，那么你的薪资也有可能下降啊。那么这一切都代表着你原来的支出和你 OK 以后的收入这个之间的这个比例会有所调整的，而且这个调整呢，可能有一点像是花出去的钱更多，那进账的钱呢，没有花钱的速度要快。那么相对比的呢，我会觉得在你的金钱上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你是会有压力感的。OK， 你是会有压力感的。但是呢，我们这里又说回来了如果你选择改变，就一定它的这个改变就是说，肯定就是要变嘛。那么金钱可能就跟着变，财富也跟着变。我们在讲有的时候投资你不先把它买出去，你不把它先花出去，你怎么可能在未来的有一天去收割这个回馈呢？那么宇宙在讲一切的投放，一切的花销，对于你来讲，它不是
它不是花费嘛，它其实是投资来的。所以你的这个心态，你的这个想法对于金钱呢，一定要心态够稳，一定要心态够好。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对吧？那么从长久的计划去看的话，你就能够有更加稳定的一个步伐或者是一个节奏啊。我觉得这样子呢，对你的这个改变是非常有利的。OK， 那么这一块应该是你改变的一个前期 unstable， 这种不稳定性，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了吗？这个是第一张牌。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这个是 science 啊，这个是科技。这张牌呢，其实是有一点在想科研和创新的。我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你未来的这一个，如果你想去改嘛，无论是换行业也好，是创业也好，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创新突破、新科技的能量啊，会跟随着你的这个改变。你会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啊，或者是学到你从来都不曾涉及的领域相关的知识。宇宙在这个地方呢，是说你一定会在这条路上啊大开眼界啊，这个前途就是你会大开眼界，你会走出你的舒适圈，你会看到一个更加大、更加广阔的世界。那么当前呢，在这个 science 的能量里面，当然也有来自宇宙的一种，我觉得是暗示啊。那么这个能量呢，可能不会针对于所有的朋友，但是我觉得对一部分的朋友来讲，可能非常的重要。就是也许你在考虑这个行业相关啊，那么你可以去考虑跟科学、科研，或者是说解决别人当前不能解决的问题和难关相关的这个方向呢去进发。毕竟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诉求，哪里有诉求，哪里就会有机遇。如果你非常的聪明，如果你特别的善于捕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机会以及你的价值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水涨船高，一定会被别人拖起来。那么最后一个能量呢，这个 science 也是在讲其实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去实现你的这个改变。什么叫科学的方法呢？可能科学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心态比较好就像我们去那个实验室做实验，那么我们给好多个试管就滴加那个液体可能我们要不同的环境去测试哪一个才能给出我们需要的结果。那么去改变你的这个行业或者是创业也同样如此，不能够害怕失败，不能够去期待一次就能成功。如果你期待的是我一改变我就能够看到一个巨大的成功，我只要一改变我就能看到自己一飞冲天，这种心态本身是很危险的。有的人可能是有那个 beginner's luck 我们在讲的是你一开始你就成功，有人是有这个撞头的好运，但是这个撞头的好运并不是针对每一个人都有，而且这个所谓的好运未必是真的好运。如果你真的考虑好要为自己勇敢的走出来，你要为自己勇敢的踏出你的舒适圈，去打破你的稳定，去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有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失败的心态。只有这个样子你才能够在未来的这种改变当中和不稳定的局面当中站稳你的脚跟，稳住你的步伐，并且一步向前迈向你需要的成功。毕竟我们的这个地球当中很多事情它都不是一个直线一帆风顺。我们希望一帆风顺，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实当中只有能够坚持的人，只有能够不放弃梦想的人，不轻易妥协的人，才是最后能够到达彼岸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边宇宙在讲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去做，那么也在强调着你如果想改专业、改这个创业或者是改行业，你也要多做一些调研和研究比方说咨询法律相关的人士或者是去调查这个想跟你合作的这个人的背景他有没有足够的实力，他有没有跟你画大饼，他是真的想跟你合作，还是他只是想占用你的资源，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张牌是 science 要理性，要理智。 OK， 最后的一张牌呢是这个非常的勤勉prudence。这张牌呢谨慎这张牌呢有个什么能量就是说在你选择去换行业或者是创业的这个途中，宇宙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消费里面要理智一点点。
刚才我看到有些朋友，也许当你换行业呀，或者是创业，可能有一部分的金钱要投入进去，而且是先投进去。那么我们在讲，也许你要置办公司啊，置办这个工作室啊，置办这个，比方说，桌椅板凳啊，都是钱。那么这个钱你花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心中有数啊，不是所有的钱都是需要你一次性全部花完。就好比讲，你去换这个，就打比方是创业的朋友，你创业真的一定要去租办公室吗？或者是说你要是换行业，你想去学习别人的这个新行业的知识，你需要一次性给自己报那么多的班吗？也许有些学习，有些尝试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包括什么工作服啊，对吧？包括什么装备呀？也许在你刚刚起步的阶段，这些装备你可以去找别人借，或者是找别人租，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去不需要这些东西啊，只是去感觉一下。毕竟只是一个尝试 ，science 有的时候只是去 test 测验，而不是说我们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你像那个科学研究啊，大家都是取一点点验一下，如果真的效果好，我们再全部投放。同样的道理，在花钱的时候，先试一点点，先尝试一下下啊。如果可以，我们再大笔的投入；如果是对的，我们再把所有的或者是很多的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投资进去。那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至少不会让自己输，我们至少不会让自己就是没有选择，对不对？所以当前第一张牌呢，这个能量就是在讲要小心谨慎的花钱。那么这张牌呢也在讲一定要有存款。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年你想去换行业或者是创业的话，你一定要存款。这个存款呢，第一个保证了你的生活，第二个呢也是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主的能量，第一张牌就是不稳定嘛。那如果你去改变的话，这个不稳定的动荡期，在这个时期里面你有足够的存款，你就会多一份安心，你就会多一份这种我们所谓的去拼，到外面去拼搏的底气。宇宙在讲，如果你要去换行业或者是创业的话，你也需要去未雨绸缪，有计划有安排的来。那么这条道路呢，我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总体来看这条路是可行的。今年如果你去换行业或者是创业的话，我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那么对于前途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前期确实是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但是我能够看到也许在你当前的能量里面，以及你现在的一个状态里，也许你已经准备好了。我看到了这种有头脑的，有计划的，有安排的，甚至还有合作案相关的、法律资讯相关的能量都已经出现了。给人的感觉是，当前的这个能量几乎是已经到达了一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可能你现在心里已经想好，你肯定会有所行动，有所改变，只是看什么时候动，怎么动，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具体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这个前途会怎样？请宇宙给我们具体的信息和指引感恩。好，第一张牌呢是这个死神牌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能量的感应是旧的东西不容易说走就走旧的东西不容易说走就走。这个旧的东西呢，有可能是大家不想放弃的东西。这个旧的东西呢，也有可能是过去的公司里的同事老板还有一些我觉得是牵扯这个死神牌有一些牵扯，会涉及到你的改变。这个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几乎是崭露头角了的。也许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决定都已经心里都做好了那么死神牌出现在这里呢，代表着巨大的转型 transformation。 今年你的换行业和创业的这条路我觉得几乎是已经板上钉钉了的。但是呢，这条道路当中有前面之前的能量对你的干扰，有前面还有之前的能量对你的一种牵绊。那么该放手的时候，第一副牌的朋友还是需要去勇敢一点，然后呢可能也需要你们去怎么讲呢，就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吧拿得起放得下，这个是第一张牌
好，第二张牌呢是魔法师的逆位。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的对应呢是在讲你们今年这个前途呢它不会那么快的到达。这个前途呢我们看到了会有不稳定的时候，那么这个不稳定呢会在金钱上、精神上、情绪上对你产生一定的波动和影响。那么魔法师的逆位在说，你想要的结果它不是一蹴而就，你想要的未来也不可能一天就变成现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不仅仅需要去有持久力、有坚持的决心，去不断的推进，你还需要有强烈的热情，以及对目标绝对的坚持。因为魔法师是一个通过自己意志力去把他的魔法显现出来的一个人。这张牌呢其实就是在对指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意志力有没有够坚定，你对未来有没有够渴望，你对这个目标有没有够坚定。那么这个东西呢会随着不稳定以及你的尝试对你产生波动跟影响。那么你需要克服自己的心理的波动，你也需要对这个未来绝对的有信心。最后的一个能量呢，在魔法师这里也在强调什么呢？就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你的沟通能力。我这边呢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呢其实这个能量魔法师都出现了，说明这个显化它也是一个势在必行，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出现、非常有可能达到和完成的感觉。但是呢，魔法师的逆位你要感觉一下，你是一个做事的人，还是你是一个会沟通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会做事，不是很会沟通的人的话，那么在今年的这个转变里面，你要锻炼一下自己的口才了。魔法师的逆位，你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和舞台能力。这个舞台可能要画一个小小的这个引号无论这个舞台是什么，就是你要怎样展现自己，你需要有展现自己、表达自己的能力，你要锻炼起来。那么有些朋友，如果你是本来就很会说话的话，那么在今年你要锻炼的是说更加准确的话，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魔法师出现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包装的有一定包装，就是要说正确的话，说准确的话语，说能够让你的这个目标达到的话语，并不是让你去骗人，而是说有些话语也许你说的过了，或者是说的有点多了，反而会对你的这个行业造成不好的影响。如果你本来就很会说话的话，那么你就很清楚这个话语要怎么说，要说到别人能听懂，而不是你自己说了很开心，对不对？魔法师。好，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呢，我抽到是女帝牌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路途不是那么的顺畅，这个路途总的来讲是会不断的向前，不断的推进。这个女帝牌的逆位出现在这里呢，告诉我这个发展不是那么的顺滑比方说你去换行业或者是创业的话，我觉得前面的这条路真的还是有一点艰难的说实话，可能这个也能够对应到很多朋友创业的朋友想要一鸣惊人，想要一炮而红，可能都是我们的梦。但是呢，现实当中可能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就是上一下下一下，有起伏有波动。你赢了的时候，你做得好的时候，就是你的经验，就是你的宝贵的一个财富。那么你做的不好的时候，你失败的时候，你不能够气馁，你也不能妥协，而是你要把这些过程转换成你的经验，转换成你的一个智慧，然后呢，通过不断的改变和调整，不断的继续推进，不断的继续努力，直到你看到自己最美好的样子，直到你把你的目标给实现了，你在这个领域里站住了脚，直到你的创业变成了你的事业。所以 Empress 出现在这里我们今天3张大牌，死神牌、魔法师牌，然后是女帝牌，这3张牌其实都是很强的能量但是我们今天3张牌又都是逆位，说明这条路呢需要你有更多的耐心，有更多的一种担当，以及有更多的坚持，才能够不断的推进，直到你看到这个成功。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牌太阳在天平，其实我会觉得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无论你是选择留在之前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之前的这个工作，还是你选择这个创业，对于你来讲可能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但是变的可能是你的心，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愿望。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有些人的变化呢，是因为他可能想去突破自我，想要去巨变，他可能原本的东西就很少，或者是他本来就什么都没有。而我看到你的能量，这个太阳在天平在告诉我，你是本来就有的人，你本来的东西就很好，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你想去冒险，也许你想要得到自由，也许你想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做的这个事情更能够让你开心，对吧？我们不是每一次去换行业去创业都只是为了钱，有的时候真的只是想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对不对？那么无论是怎样啊，太阳在天平，其实我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选择之前的工作，选择你当前的一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好的，选择改变它也是好的，但是呢，这条路可能对于你的前期来讲可能会更加的有挑战，更加的有一些学习啊，或者是有更多的一种你要去伸展自己啊，它就不是再那么容易那么简单了，你得去学，你得去练，你得去突破。那么这条路对于你来讲也能做得很好，但是呢两边的感觉是有那种天平啊，就是左右嘛，都很好，都有利弊啊。当前的这个太阳的天平都很好，都有利弊。稳定它也是好的，改变呢有改变的好，稳定呢有稳定的不好，改变呢有改变的不好。所以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比例啊，可能是有一点5-5分啊，有点5-5分，就是原先的和新的5-5对分。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看自己更加重视哪一块。如果你更加重视稳定的话，或者是更加重视一些物质啊、金钱，就是当前嘛，物质、金钱这些东西，其实当前你不变其实也可以。但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想去突破自我，你真的非常想去尝试这个领域，你非常想去拿到一种，比方说我要独立，然后呢我想自己做，或者是我想去完成一种什么样子的目标，那么可能这个改变就更加的好啊，这个改变就更加的好。而当前呢，我们看到啊，在你的前途这里，其实有一些能量当前是没有封顶的。女帝牌的逆位，魔法师的逆位，它取决于你怎么做，你想做多大，你想发展的有多好，或者是发展的时间有多久，现在是没有上限的。你要去打开这条路，前期是需要你很多的准备和筹谋的，而这个基础将决定未来你能走得有多远，你能走得有多高。所以当前去看未来的话，这条路可走，可以行得通，但是呢，它有一个代价，它有一个条件，它有一个前提，你是否愿意吃这些苦，你是否愿意去承担这种不稳定性，你是否愿意去坚持下去，它才是最最最重要的，它也是最关键的。好，看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宇宙当前的一个指引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来。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第一张牌是什么呢？ Memories。 对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还是觉得你现在的能量里，对于你之前的你当前就有的东西是有迟疑的，你的改变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可能有点大。你拥有的东西越多，这个改变对于你来讲要丢掉的和放下的东西就会越沉重。你拥有的东西越少，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那么改变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弹指一瞬。所以过去的人，你原来的同事，你原来的领导，你原来做的这个行业，也许你已经在里面很久了，也许你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你也觉得非常的安心了。那么你要去改变过去的这个东西，你当前已有的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都会变成回忆和记忆。这个代价你是否能够承担？你是否能够接受 ？Memories 宇宙在问你，你也要自己考虑清楚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是新的锻炼的一个计划那么这张牌呢，在代表着你去改变无论是换行业还是创业也好，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新的人新的方法呀，
新的机会呀，新的风景啦，你可以在里面遨游，你可以在里面伸展，你可以在里面锻炼。如果这是你心中之所求的话，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可以今年的这个改变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完成它，你也可以勇敢的走出去，因为你是有这个运势的你是有这个新能量的运势的。所以呢，这个决定5-5分的决定在你手中，改还是不改，无论你是改还是不改，我觉得当前宇宙都非常的支持你都非常支持你。但是这个支持是5-5分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做决定。我觉得不存在那么多的一个偏向改还是不改。所以你的心里，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你最希望未来看到的是什么？将决定当前你的这个决定当前的这个决定。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么今天呢为你们所连接关于今年你去换行业或者是创业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心思这个点子关于它的前途它的未来，还有宇宙当前呢给你的具体的指引，还有给你的一个分析。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帮助吧。那么也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心愿，走出自己心中想要走出的未来。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太阳石。太阳石它讲的是什么呢？太阳石它讲的是要在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当中呢，看到快乐，寻找快乐，发现快乐太阳石呢，其实它顾名思义代表着太阳的能量，有很多积极、阳光和温暖的部分。那么这个能量呢，我觉得也是在指引着第二副牌的朋友面向温暖，面向你心中的太阳。OK， 这个是太阳石送给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主题是关于你今年呢，如果去换行业，或者是换工作，或者是选择创业，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跟职场方面，事业方向做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前景前途对于你来讲好不好？OK， 那今天呢，第二组牌的朋友，在我们抽今天的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吧。今天我有一张主牌给你，今天呢，我抽到了水星在狮子座水星在狮子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水星的能量吧。水星呢代表着变化，同时呢，它也在导向着这个传递信息、分散信息，当然了，还有收集信息。所以水星呢，一般都跟我们的 communication 沟通跟交流有关系。那么今天呢，水星呢落在了狮子座，狮子座能量呢，其实会给人的感觉就像我们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抽到这个太阳石温暖的、大气的。我们在看到狮子座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那个狮子。狮子是什么呢？兽中之王，它会带领着所有的兽群，对不对？一起去迁徙，或者是一起去找什么新的家园呢？所以狮子是绝对的一个领导人的形象。那么我们水星落在了这个狮子座会给人的感觉是你在沟通语言 OK 或者是变化方面可能会很大气做得很好，很恢宏，如同太阳一般光芒四射。所以我们今天当然了，这个是我们今天主牌，我们要看具体的能量落在哪里，然后呢再来给大家带入所以我们就先简简单单先看一下这张牌。第二副牌的朋友水星在狮子座。好，那我们呢在连接这个具体的能量的一个显现之前呢，我们首先用你们抽到这一副塔罗牌我们来连接一下你的能量。我们今天呢要先来对应一下因为每一个人去换工作、换行业，或者是选择创业，可能这个动机、背景还有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比方说你的心态，对不对？我们首先来连接一下这个能量，让我先来找到你们的一个状态感恩宇宙。OK， 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好，第二副牌的朋友，请你告诉我们宇宙告诉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关于你的这个工作事业 OK， 你的心态、你的想法，面对这个改变 OK。 好了第一张牌呢是圣杯国王的一个逆位是圣杯国王的一个逆位。我们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落在了水
落在了水。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应就是2个地方非常的明显，非常的突出。第一个就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领域，其实跟你的心情是很有关系的。有些人呢可以就是在工作事业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没有什么喜好没有什么一定要多么的热爱，或者是多么的有这种情感的一种连接那么只要是比方说能赚得到钱，只要是能够在社会地位或者是名誉方面，或者只要是能够让你轻松就可以。但是呢这张牌让我看到了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你们所选的行业，你们所做的事业，你们选择创业还是不创业，其实跟你们的心情很有关系。OK， 你们需要在工作或者是事业当中找到情感的一种满足。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在这个工作方面选择疗愈身心灵疗愈选择去可以更多的把你的爱分享给别人比方说分享给孩子们，分享给老人们，对吧？分享给弱势群体们，能够去帮他们。那么你的情绪你的情感就能够通过你的工作和事业得到一种回馈，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满足，你呢也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么这一点我们这个例子大家可以感受到吗？就是你们的工作事业不仅仅为钱，不仅仅为了那个地位或者是名誉，那跟你的心情有关。如果这个工作能够使你的情绪得到一种满足的话，那么我相信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会很开心待在那里，而且可能是全身心的付出。那如果相对应的有一份工作，你觉得做了以后呢，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产生一种情感的连接，就好比你的工作环境大家都非常的尔虞我诈，或者是你觉得你工作的环境呢，大家都竞争很激烈大家非常的冷漠，可能这样子的工作或者是这样子的环境呢，未必是你喜欢的，也未必是真正适合你，因为你的潜力可能没有被真正的去放大或者是发掘出来这个是第1张牌圣杯国王的逆位。那么这张牌呢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关于这个国王。那么国王的能量呢也在告诉我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强大，但你们的能量呢强大的却很温柔是很温柔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能量就是如果你们的行业进的不对，或者是你们所选的这个领域稍稍有一点跟你们的这个能量不是很和谐的话，其实你们有的时候会容易吃亏，因为可能你们容易被别人就是有点像是欺负，或者是有一点占便宜。这个占便宜的能量呢是在讲情绪上的，就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人那么好，那就让你多吃点亏或者是说你人那么好，那你就多做一点。因为可能你们需要的是相知相惜，你们需要的是自觉，就是你好，那么这个人也要跟你一样好，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你是一个很感恩的人。那如果你所进的这个地方这个环境大家是非常激烈的，不讲人情味的呢，那你这个讲人情味的，你这个讲人情的人，或者是你用情很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容易吃亏对不对？就是容易被别人利用嘛，是不是？这个是圣杯国王的逆位第1张牌。好，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金币9，这张牌呢也是一个逆位的那么金币9的能量呢非常的清楚，这张牌呢其实是在告诉我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在物质和经济方面我觉得这份工作可能不能够让你生活的很好。OK， 也许这份工作给你的薪酬，或者是这份工作，或者是这个行业吧，能够付给你的钱，能够给你的回馈的这个奖金呢，是不足以或者是不够你花销的。OK， 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确实是钱太少要么呢就是说这个工作它钱还可以，但是你需要更多的钱去做你想做的事，或者是生活到你需要的那种生活品质。那么再来呢，金币9的一个逆位呢，我也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是不是在物质上或者是经济层面呢，有一点就是依赖别人，给人的感觉是你有一点受限于别人，或者是受限于某一个条件，
导致你自己呢不是非常的，就有点像不是自由之身的感觉可能你觉得不得不做，或者是不得不陷在这里，或者是不得不听命于别人委屈了自己有这种感觉。金币9的逆位。好，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第2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呢？第3张牌呢是一个正位的隐士牌正位的隐士牌这张牌呢很漂亮很漂亮，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这张牌真的好美紫颜色的给大家看一下，感觉有一点那种很优雅，隐居在一个山林，或是隐居在一个开满鲜花的圣地Hermit。 这张牌呢我会觉得有大概这样子的几个能量我听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的心里觉得自己就是没有被理解，那么导致你们的内心呢可能是有一点孤芳自赏的。这个孤芳自赏呢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的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很高雅的词汇用在第2副牌的朋友这里，尤其是圣杯国王和隐士，给我的感觉是你们非常的高雅，你们非常的高洁。那么对于工作对于事业，你们的心里总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心态就是不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我听到是不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可能是不让自己变成金钱的奴隶，不让自己妥协有些东西你们肯定不会妥协的。这边我听到第2组牌的朋友，有些东西你们肯定不妥协，但是呢又由于生活的一个限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是有限的条件，因为工作当中的一种限制，可能又会使你们觉得我们在讲常在河边走我们就不得不失鞋，或者是我们人住在人家的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了，是不是？但是你们的心没有，你们的心仍旧非常的高傲，你们的心仍旧非常的骄傲，其实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服从，只是表面上可能在听从所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这张隐士牌呢其实给我读到的是你现在在工作跟事业当中心里也有一点点的孤独感有一点孤独感，你可能是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你可能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领域，你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你知道你自己其实属于更加高雅更加高洁，或者是更加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那出于各种原因呢，你只是暂时的 OK 暂时的停在这里。好，那么这里呢是我给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所连接到的一些关于你的工作，关于你的事业你的一些心态，你的一种我听到的一些信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了如果你今年是换行业或者是改变这个工作事业的方向，又或者是选择创业那么它的前途对于你而言究竟好不好这个改变今年去做究竟好不好，顺不顺利呢？我们来看这个运势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我们讲这个牌，我们去抽这个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今天我们抽到的这个主牌我们就会一起来进行一个讲解。来，我们来抽牌，选择第2副牌的朋友，太阳石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的前途好不好第1张牌是 Easy Does It。这张牌呢，它是在讲宇宙说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今年想换的话想做大的调整跟改变的话呢，你一定不能心急，你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来。这张牌给我的能量非常强烈的宇宙在告诉我什么呢？就是基于我们现在的金币9的逆位，有些大的改变其实可能对于第2组牌的朋友来讲，它是一个不能这样做可能是责任可能是因为生活可能是因为条件有限我觉得不一定你觉得自己能够有条件这样去，比方说做大的尝试，做大的改变，因为你需要这份工作，或者是需要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你一个支持所以这张牌给我的第一个能量是在讲，你要先把你的一个想做的东西释放出一个能量，就像这个种子，你要把它先放在土里。所以这个能量是在讲，可能你需要开展副业，从你的兴趣爱好，从你的副业，从一个很简单，你做起来你觉得很容易，或者是你觉得很擅长
啊，第二张牌的朋友，你最擅长的那个点，你最了解的很深，比方说我最会做饭，我最会照顾人啊，我最会比方说身心灵疗愈，我最会整理，或者是我最会这个怎么讲呢，可能是写东西，或者是我最会艺术文艺跳舞音乐无论是什么，这个东西应该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技能和本领，又或者是你的天赋之所在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而你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你非常非常擅长的东西把它种在这个土里，就是给它发展一个你不要想着说我可以用这个东西赚所有的钱，或者是我用这个东西可以去展开一个巨大的事业或者是商业帝国你不要想这么大，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呢先做一个副业，先把它展开。我们现在有很多网络的平台他们可能会去寻找一些专业技能的人，你完全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入手，或者是作为起点，让这个东西呢先走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先成为你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渠道，要把它给打开。所以这张牌我听到的第一个能量宇宙在告诉我，就是你可以去展开一个像副业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不需要很大，不需要我们在讲很正式，但是你要让它先冒一个芽点，让它先在一个环境里可以成长，这一点才是最最最关键，也是最最最重要的。宇宙在讲其实当前呢不适合太冲比方说你把当前手头的东西全部一丢，就开始去做一个你想去做的，不适合。现在适合你先去尝试一下，然后呢你要去投石探路，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技能在市场上是什么样子的需求度，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市场上当前是属于技能很高的，还是说技能是中等的，还是说技能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厉害，你还需要去学习。你首先要探一下这个市场里你自己的这个分量和价值，然后再来做一个长线的规划。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能量，最后的一个能量点就是在告诉第二副牌的朋友一定不要想去赚快钱。有些东西听起来又快又大又好，天上好像可以给你掉一个馅饼这样子的东西你一定要小心。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就是科技非常的进步那么我们也可以很快速的去赚到钱，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谨慎，因为现在的这个年代和时代呢，骗子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呢也有可能会通过这种科技来拿到他们的利益。那么那种人呢就跟你不同了，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是圣杯的守护者，你是国王，你是圣杯的守护者，你的心很柔软，你见不得别人吃亏，你见不得别人受苦，那么可能自己呢也是很想去帮助别人，所以你的这一颗柔软的心，你需要自我保护，你需要自己给自己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定要护好自己了。那么有些人呢，他们可能是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先自救再救他人。你自己强大了你自己厉害了，你就能够救更多的人。如果你自己都是摇摇欲坠，你很难去帮他们的至少这个时间可能不能够太久的去持续。所以呢在你当前的这个状态里，宇宙说不要相信那些告诉你一下子就能火一下子就能赚很多钱可以暴富你一定要理智一点哪怕你的动机可能是为别人，你也要理智因为我们这边是说要小心谨慎一定不要去把那些听起来太好的东西信以为真，一定要多一个我们所谓多一个心眼或者是多一个审查的步骤。OK， 不要把自己陷进去。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宇宙在讲work hard in silence。这张牌跟我刚才连接的能量真的非常的，我觉得是很连接的刚才我讲的是，其实我会觉得今年如果你是换行业或者是想创业的话，最好呢以副业的方式开始，而不是把主业丢掉，直接去开展一个全新的东西。宇宙在讲如果你是开展副业的话呢，那么副业的这个东西可能是默默的努力，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向前。
因为毕竟主业是挡在你前面的嘛。就好比说别人问你，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你可能会说啊，我是做，比方说我是做这个会计的，我是做 IT 的，我是做这个比方说护工的，对不对？你可能会这样说，但事实上呢，也许你的第二个身份是艺术家，你的第二个身份呢可能是身心灵疗愈者，你的第二个身份呢可能是一个 OK 义工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的这一个，我们今天看的是换行业和创业的这个领域，这个变化的东西啊，宇宙在讲你要默默的没有声音的去努力啊。这条路对于你来讲，如果你对它有绝对的热爱、忠诚，或者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相信第二副牌的朋友，以你们圣杯国王的这种柔软的坚韧圣杯国王是柔软的坚韧，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通过这个滴水穿石的方式让自己掀起一个巨浪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你要安静的默默的努力那么在安静和默默的努力当中，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小种子为你茁壮成长。好了，第3张牌 Growing Up， 这张牌是要长大。这张牌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会感觉到，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当前呢你们的这种比方说换行业创业会不会有的时候加入了一点点的冲动和过于积极的一个理想就是这种想法，就是稍稍的有一点单纯，有一点简单。宇宙这张牌呢是在讲现在的你呢，如果很想去改变自我，提升自我的话，那么你要让自己成熟起来，让自己长大。这个地方呢就包含你对当前你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综合的评论，或者是综合的一个考察。这张牌出现以后呢，宇宙是在讲你的前途，如果你去改变的话，今年前途一定是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怎么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展开，就是这个方法这个心态决定你是否能成，或者是不能成。我们看到了 growing up， 宇宙在讲你一定要去明白自己的力量但是呢你不能够把自己孩子气的一些东西呢加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你的能量当中其实有那种很厉害的一种我默默无闻我一点一点的来，那个最后的那个力量给人的感觉是惊涛骇浪那你越低调，你越是冷静沉着你越不孩子气。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气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说，我要把我的大大的梦想说出来，有的时候梦想声音太大容易落空。意思就是说，那种不说话的人才很厉害，才可以真正的抓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说话我们把能量就放出去了，不说话我们就是把能量收回来，一直忍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力量就是不断的蓄积，能量也是在不断的蓄积宇宙是这样讲的。第二个呢，我们是这样子的不要依赖于别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很想遇到贵人，我们在默默的或者是积极的筹备吸引一个贵人来到我们的身边。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人迟迟未到这个能量呢，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隐士牌也很像。我感觉到第2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自己变强你们当前的这个能量里也是在讲你要默默无闻自己的努力。这个贵人他会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出现，但不是现在。你们的贵人他的能量可能稍稍有一点高，有点大，是在你真正的自己完全不行的时候他会出现。而你现在呢，是你自己一个人就能行，只要你愿意相信。所以你现在要依赖的人，要倚仗的人是自己。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最擅长的，你最厉害的，你觉得做起来最简单的、最容易的东西，从易到难，从简单着手，让自己先开始，先走出去。OK， 不是等着别人把你送到那里，而是你自己要先走出去，先做一个改变。不依赖别人不祈求或者是别人来帮你什么，你自己就搞定自己就搞定。你要把自己的生活呢安排好，
刚才我讲过，主业跟副业要同时进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会很辛苦，你会很累，有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一点想放弃。但是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目标坚定，如果你真的很想脱离当前的苦海，或者是脱离你当前这个工作里的不如意、不顺心，想让自己能够脱胎换骨，能够把自己的工作事业和你的兴趣爱好绑在一起，那么你现在就要开始先让它先成长起来，而且这个大的方向不能丢。那么第三个呢，最后一个能量宇宙在讲的就是经济独立了。这张牌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过嘛，就是你主业跟副业一起做，主业你去做是为了它能够给你物质和经济上的稳定，而副业才是你真正在发展你的事业，副业才是你的未来，副业才是你的一个理想。那么主业当前它是在支持你的副业，其实别人看起来你是主业跟副业，那你自己心里知道，其实主业才是副业，副业才是你的主流，对不对？它才是你的心之所向，你需要以这种方式打开属于自己的未来。好，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塔罗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途会怎样，我们让宇宙给我们具体的一些指引啊，感恩宇宙。好，宇宙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能就是以这个副业的方式啊，以这个副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副业的发展会是怎样的。感恩宇宙 ，love 啊，这是你的一个一生当中，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啊。宇宙是这样讲，你一定会遇见最好的人，最好的机会，最开心的事。这件事情啊，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去抽的是这个副业的发展，就是你要去做的这个改变嘛。因为是主跟副一起做，我们看的是副嘛，副才是未来，主只是维持现状。这个副的发展，副业的发展啊，宇宙在讲，你会做得很开心，你可能会跟你的这个同行相处得很好。那因为这个领域是你喜欢的，所以你非常有可能会碰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会结识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当然了，这个也是有机会的啊，这个是少数朋友啊。如果你单身的话啊，也有可能结识到自己的爱情，结识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了。当我们做成了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那个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吸引到我们命中注定的那个对的人。因为当我们自己还不在对的路上，我们可能很难遇到对的人。只有我们自己先变对了，变好了，我们知道自己就是这个发展方向了，我们对自己坚定不移，我们知道自己一定是一片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你就有可能遇到这个对的人了。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事业跟爱情有双丰收，或者是事业跟情感，我们这里圣杯国王，你一定要遇到心中的爱，被别人认同，或者是被别人认可，被别人承认你的价值，让别人就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情感的满足。我觉得这才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真正喜欢的能量。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是喜欢很重要，你会遇见自己的喜欢 love。 好，第二张牌哇，我们今天这边都是正位的牌哈。第二张牌呢是金币3，哇，这个牌好这个牌呢是在讲你的这个前途这个事业发展这个前途你将遇到合作。金币3有好几个，第一个呢是稳定的基础，这个底子打得很好，毕竟是大家心里喜欢的东西，尽管你默默无闻的努力，但是这个东西发展的非常的好。慢没关系，就是不停的发展，你就会看到它一下子就出来了。最害怕的是哪种呢？发展到一半发现错了方向，又要回到原点。我会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副业你选的这个方向非常的赞非常的赞，这个基础非常的棒。这里呢你还会遇到什么就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你还会遇到想来跟你一起发展的人。有些工作有些这个事业，或者是你要选的这个行业一旦你做对了，选好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行走起来非常的快乐，贵人不断贵人不断，而且呢是好运连连。金币3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
发展的很好，你还发现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做，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去壮大这个团队，有人愿意跟你一起组队，而不是像你当前的这个感觉啊，一个人有一点孤单，一个人呢在那个打个小小的引号吧，孤芳自赏，知道自己很好，但别人都不这样觉得，这种不被理解的滋味是很委屈的。那我看到啊，第二组牌的朋友金币3嘛，那就是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了。那么这种人呢，会跟你一起组队啊，跟你一起去，比方说面对这个平台呀、舞台呀，对不对？或者是有人要来帮你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牌。看到这里，我就想讲这张牌啊，水星在狮子嘛。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平台，比方说演讲啊。那演讲你去讲，你还需要别人帮你做平台呢，你还需要别人去帮你拉观众呢，你还需要别人去帮你做宣传呢。这些人就是你的团队，成就你的这个演讲之梦啊，成就你的舞台之梦。第二个能量啊，这张这个水星狮子嘛，可能有朋友也是想去写东西啊，因为这里是水星的能量，想去说话，想去写东西，想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表达自己的这个艺术啊，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那么同样的，你可能需要编辑呀，对不对？你可能需要的是这个帮你去做一个策划的人呢。OK， 有人可能需要去把工作室跟你一起分享啊，这都是你的团队，这都是你的贵人呐，一起去努力，大家一起去结这个网。那么这个成就啊就会很大啊，这个曝光率，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因为狮子座嘛，就是那种闪闪发光，别人心中的焦点，又是水星，对不对？传递出去，你的能量会被传递出去，水星是把它传递出去，而不是停在这里。信息是要轮转的，对吧？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要轮转，你才能够越来越大，越来越红，越来越火，你的知名度才能越来越高，你的影响力才能越来越大。金币3，最后一张牌。哇塞，最后的一张牌呢，我抽到的是金币国王啊。那么这张牌呢，就是在讲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如果相信自己，勇敢的选择这条路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稍稍有点忙，有点辛苦，或者是觉得自己在默默的努力啊，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最后的一张牌代表着你将通过你的这一个副业，建立起自己的庞大的稳定的一个帝国。这张牌是在讲你的经济基础会变得非常的稳定，你会在你的副业当中赚很多很多的钱。第三个，你在这里也有可能遇到你的家人，这个家人是你选择的家人。我们有原生家庭的家人，我们还有最后长大以后选择成为我们家人的人。这个地方可能有好朋友，可能有老师，可能有我们的爱人，可能有我们的孩子，对不对？这个就是金币国王，你会在这个地方找到那种非常非常安全的归属感，你会觉得自己回家了，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再也不会改变了，因为这条路属于你，金币国王。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的一个牌，今天最后的一个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今年是换行业呀、创业呀，当然我们今天看的可能是2个一起做那宇宙怎么说呢？还是以副业的这个方向为主宇宙，请你告诉我们，这个前途会怎样呢？感恩宇宙。好，他说你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宇宙说你比你想象的要强大。这张牌呢，我会觉得刚才我不说嘛，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没有被真正的理解没有被真正的认同那宇宙在讲这条默默无闻的副业，这个默默无闻你要为自己成长起来的这个种子它比你想象的要大很多。也许你现在看它只是一个兴趣爱好，也许你过了3个月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苗，但是一定不要小看它。只要你坚持下去，只要你不断的给它营养，
默默的去 work hard。work hard 是什么意思啊？要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去把它给做好。只要你一丝不苟的去尝试，坚持下去，它有一天会为你长成参天的大树啊！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想一想那个橡树有多么的大，就有这个金币国王的能量在这里。所以宇宙给你的最后一张牌就是你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好啦，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今天我为你们看，如果你今年去改变你的工作，换一个行业啊，或者想选择创业这个啊，那么你的前途会怎样？我觉得你的前途会很好啊，会很好。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啊，辛苦也是辛苦，但是我相信这条道路能够遇见你心中真正的爱，你比你想象的强大。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黄铁矿啊，黄铁矿。那黄铁矿呢，它的能量啊是把钱带到你的身边，把你想要去显化的物质啊，还有这个金钱呢进入你的生活啊。所以这张牌呢是一个助你的财运的一个很好的宝石啊，黄铁矿。OK， 我们把它放在这边啊。那今天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要来连接的啊，是关于如果你今年换行业啊，换这个工作上的一个大的变化，又或者是说你想创业的话，那么这个前景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抽了一张主牌，然后呢，我们来看具体的啊。第3组牌的朋友呢，今天我抽到的是木星在水瓶座啊，这张牌呢，其实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让人觉得就是说很激动啊，很激动。为什么呢？这张牌是在讲啊，首先第一个吧，就木星嘛，木星呢是一个吉星，木星的能量呢其实是一个扩张扩大，同时呢木星带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我们所谓的要去有一个怎么讲呢？就像那个神啊，我们在讲神和我们的人，我们要共同我们是神的载体，我们一起去创造一个未来。所以这个能量里，木星呢要带有很强的那种精神力啊，有这种对未来的远见的或者是成功的一种所谓的想象吧，对不对？我们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心态，也有这个积极的一个冲动，把它给做出来。然后呢，就是这个水瓶座了。水瓶座呢，当前的能量会比较多的去强调它的一种创造力。水瓶星座的能量呢，其实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能量啊。它跟比方说科学发明呢，一个变化呀，对吧？它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啊，突然有一下子灵性就来了，然后呢，这个点子就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你看1个、2个、3个、4个，你看第4个就变了。所以我会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里啊，就如果今年换行业呢，创业啊，或者是改变你的工作吧，其实它会让你有很不一样的一个改观。这个改观也有可能直接跟你选到的黄铁矿相关联啊，就是钱会变，钱会变多，钱会被你导入进来。那么这个呢，跟你的想法有关，你得首先敢想，你得首先敢做，你得首先敢去改变或者是发明创造啊。那么这个东西它做得很好，或者是变得更好了，那么钱呢会顺其自然的也流入你的口袋，或者是流入你的钱包。所以你的收入我觉得会在这个改变当中变得更好，变得更多。OK， 那么具体的我们来抽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今年换行业，或者是创业，或者是改变你的工作啊，它的这个前途会怎样？那我们在进入这个能量之前呢，我来先给第3组牌的朋友看一下你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每一个人去改变工作啊，他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这个动力或者是这一个因素啊，它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呢把这个能量先找到。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也可以通过这几张塔罗牌的能量啊，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看看这个能量呢是否符合你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你再去看，就是如果改的话，那么这个前途对于你而言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OK， 来，宇宙告诉我们，选择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当前的一个状态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改变啊、创业呀、换行业、换工作啊，你的心态是什么啊？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对这个主题，或者是你是怎么看的
第一张牌呢是 Empress， 这张牌是个逆位的啊。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啊，其实这个能量我觉得跟木星也有一点连接。我感觉到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自己的前途，对于自己的一个理想，我觉得你们是很有抱负的一群啊。无论你们的年龄啊，就是给人的感觉，你们的能量就像那个青少年，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冲劲，给人的感觉就是前途是很长的，是很好的，有很长的一段上升空间呢，你们是可以去攀爬的。Empress 的逆位呢，在告诉我，其实你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你们其实非常希望的是能够看到富足，不是说仅仅够用，不是说仅仅为了这个生计而去打工，而是你们希望能够自己在这个工作、事业或者是理想这里啊，我觉得是能够成就一番自己的天地，属于自己的一个圈子。水瓶座他讲的是朋友和社区，不仅仅是工作而已，也想遇到跟你们志同道合的人，也想遇见能够真正理解你、接纳你的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工作或者是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得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得戴上一个面具或者是我们必须得去迎合那些领导的胃口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希望的是能够以真面示人，我们真正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一个性格，或者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样子能够被别人接受。就比方讲，因为这里有水瓶嘛，我会觉得有一些朋友第三组的，也许你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怪人，打个引号的就是你们可能对于很多事情希望能够去不要那么固定的去思维，不要那么固定的去墨守成规。我觉得你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个工作和事业，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你们也希望这个环境或者是这个工作的这个领域吧，就是不要去限制你的一个想象，不要去限制你的一个改变。你们的这种想象改变其实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你真真正正的能够有这样子犀利的眼光去发现问题，或者是发现可以提升的地点。而这个自由或者是这个空间感，就是你的这个环境能不能给你这个空间，能不能给你这个权利去发扬你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并不是说它是一个比方讲怎么说呢，就是很稳定的一个机会。我反而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一个空间感，一个自由的空间感，一个更大的空间感。你们可以在里面去舞动，你们可以在里面去发明创造，你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去想你们的奇思妙想。女帝牌当前的逆位呢，我会感觉到你们现在的伸展就是你可以伸开手臂，可以比方说在这个空间里打拳我觉得这个空间感很小，我觉得你们是觉得自己受到限制了就是因为你们受到限制，所以你们想法点子没有办法去得到一种伸展，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认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做自己。所以女帝牌出现在这里呢，我会觉得很多朋友有一点觉得被打压的能量，也许这个工作里的规矩，公司里的政治，又或者是领导他们可能打压你，或者是他们不接纳你，他们可能会劝你做好本职工作，或者是劝你把现在手头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但是你们要的并不是仅仅停在这里，你们要的是伸展，你们要的是成长，你们要的是提升，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这个，因为是木星嘛，它可能跟这个宇宙的能量直接对等就是你们有这种连接更高的能量的这个能力，你们能看到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平凡的人的话，我们可能也看不到什么东西，那看不到可能也没有烦恼。可是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看得见木星的能量，你们看得见，你们知道明明可以更好，明明可以，就是你有能力去让它变得更好，但是别人却不相信你，或者是别人不给你机会，甚至还打压你，说你是错的。这一点可能是让你们觉得最委屈的地方。所以 Empress 现在是逆位呢，我会觉得你们其实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们的翅膀方就像被别人给就是不让你伸开你的翅膀这种感觉你把翅膀收起来吧你的翅膀不能飞，不能在我们这里飞，你把翅膀收起来。所以呢就会觉得有一点被打压，有一点委屈这个是女帝牌的逆位。好，来继续看我们来连接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
能量吧。看一下啊。好，第二张牌呢是一个圣杯一的一个逆位。这一张牌呢，其实给我的能量，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有点不开心啊，有一点不开心。这个不开心呢，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就是连着这个女帝的逆位嘛，可能觉得工作上的东西不是那么的让人愉悦，又或者是说，其实你想要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因为是水象嘛，是另外一种感觉，你说不上来你可能说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明白。圣杯一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在讲新的开始啊。有些朋友呢，也许你们也尝试过啊，就是我们这里的主题就是换行业、创业，或者是改变你的工作状态嘛。我觉得你心里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说你试图去寻找这个机会啊，但是呢，运气有一点不佳，因为圣杯一的逆位呢，在告诉我，要么就是这个机遇你现在还没有遇到。要么呢，就是你去寻找，但是呢，有一点碰壁的感觉有一点碰壁的感觉，所以这个新的可能当前呢，还在酝酿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呢，现在可能只是心里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还没有具体的行动，因为我们这里是水象。有些朋友呢，也许你们尝试过啊，但是你们尝试呢，也许没有，就是说真正的去，也不能这样讲，也许你们尝试了，但是呢，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没有遇到合适的好机会，所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碰壁，有一点委屈，那也只能将就在原来的地方就是这种感觉。当然了，也会不会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三组的是去寻找工作，比方讲你现在是待业的状态，或者是刚刚毕业，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朋友在这里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给我的能量是很有年轻的感觉的。那你们如果是刚刚还在去寻找工作，刚刚从学校走出来的话，或者是刚刚毕业那么现在的你呢，我觉得是小试牛刀你的未来还非常非常的长。那现在的小小碰壁，现在的小小伤感，它只是一个很浅很浅的开始，可以这样讲，真正属于你的开始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能量呢，就是感觉到你的未来还很远还很高，还很大。现在呢，不要被眼前的一个镜像，不要被眼前的一个状态所迷惑。现在的这个状态绝对不是你，它不等同于你，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时期，你所看到的一个样子而已。好，最后的一张牌了最后的一张牌呢，我看到的是宝剑骑士的一个正位这张牌呢又是落在一个风向所以我会觉得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还是属于很勇敢的人。这张牌的正位在告诉我，你们充满着活力，你们充满着精力，你们充满着那种，我觉得就像有一种精神力木星就是我要为什么东西效忠，我要把自己投身到哪个事业里去，我要做成什么样子的人。你看这个宝剑骑士，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这个刀或者是这把剑随时就可以砍下去，就随时就可以去做决定，或者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的感觉。所以这样子的能量呢，我会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是准备好了的我觉得是准备好了的。只要你们下定决心，然后呢遇到一个好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契机，你们一定能够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你们一定也会在那个地方，就是一旦你可以做自己，你会觉得很快乐，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归属感，就是你去了你属于的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宝剑骑士在告诉我，其实现在的你们吧，也挺勇猛的也挺勇敢的。我不觉得你们现在被那些所谓的打压，被他们打压，遇到了打压，听到了打压，可能也心里有点委屈，但是我觉得你们的精神仍旧非常的昂扬，就是仍旧非常的相信自己，不属于那种因为外界而影响了自己的内在这个木星的能量真的很厉害，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是谁，我自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所以不会轻易的妥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如果你今年换行业的话，或者是
改变你的工作，或者是你想选择创业的话，那么这个改变的路径，改变的这条思路啊，它的前途会怎样？对你的改变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洗牌啊。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第一张牌呢是 persistence 啊，不断的向前冲啊，坚持下去啊。这张牌呢，宇宙告诉你啊，这个前途呢会怎样？这个前途呢，宇宙说啊，如果你想改变的话，如果你今年想去改变自己的工作啊，比方说换工作、换公司、换行业、选择创业的话，宇宙说这条路啊，你会发现，你做下去。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发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你现在，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就在原来的地方，我想继续的去改变，比方说改变部门呐，或者是选择在这个地方继续做自己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宇宙说的是你现在做的所有的努力，它都不是白费。宇宙说，现在虽然你可能受委屈了，你可能呢自己在那里一个人默默无闻的努力啊，你没有被别人发现，但是你坚持下去啊，你继续尝试下去，你继续坚持下去，你继续勇敢的把自己的这个想表达的东西继续表达下去，成功就在不远处。OK， 成功就在不远处啊，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我们今天看到最接近成功的一组，就是你离成功是最近的啊，你离成功是最近的。可能有些朋友当前已经在做自己的这个路上啊，就是你们已经在勇敢的说啊，勇敢的尝试啊，发明啊，甚至是玩一些你们感兴趣的东西啊，在那里改变啊 OK， 那这个东西你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能说一次做了以后别人觉得不好，不承认你就放弃，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在失败当中啊寻找经验，不断的摔下去再站起来，只要你不放弃，冲过去，冲过这条啊，我觉得像瓶颈或者是这个黑色的这个回廊啊，你将看到光明，你将看到成功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前途是光明的，对不对？第二个，宇宙在讲啊，如果当前的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已经给自己设下了一个目标，因为我这边看到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给自己设下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可能是我这边感觉啊，也许你现在很想去改变一个圈子啊，或者是说你很想进入某一个圈子，那个圈子里有你想结识的人，或者是那个圈子里有你喜欢的，就是你看到他们觉得啊这些人很厉害，或者你觉得这些人跟你很像，又或者是你觉得哎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其实是能够接受我的，你觉得可以，那你要勇敢的走入这个圈子。OK， 你已经有了方向，或者是你当前已经有了一个目标的话，你觉得你想做个什么事情啊？这个东西可能非常的简单。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就很喜欢玩手工，我就玩手工。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就很喜欢去演讲，那你就继续说下去。有些朋友可能比方说这里啊，很想去比方说做一个网红，那你就继续做下去。现在的流量不好不代表以后的不好，现在的名气不高不代表以后的名气不高，你现在做的这个手工艺品也许没有卖得很好，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同，不代表以后不火啊。所以你如果当前已经给自己设下一个目标，你想在这个地方去发掘自己的潜能，你想在某一个你已经设定的这个领域里面去让自己变得非常的优秀，成为一个领导人的话，或者是成为一个业界的领袖的话，继续坚持下去。宇宙说你要继续坚持下去，你能够实现你的目标的，你要相信自己。那么最后一个呢，宇宙在讲如果你今年选择的是换行业、创业、去改变、做自己的话，这是一条辛苦的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 OK 我一去我就能赢，我一说别人就接受，而是这是一条艰苦的路，你要在里面很努力的工作，你要在这个选定的这个改变里面非常努力的去每一天，就是有点像是学习，有点像是磨练一个技能，就是不断的去做，重复的去做，但是重复里面又能够不断的提升。那么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那么宇宙还说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前途也跟钱有关。
比方说我刚才讲了，也许你现在很想去卖你的手工艺品，很想卖你的艺术品，那么这个东西当前可能卖的数量很少，或者是说现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得到大众的一个认同啊，那你在这个地方去做的这件事情，可能现在看钱很少，但是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的东西被别人认同，你会发现有一天很多人都喜欢，那个时候你的财务状况就会得到一个飞跃。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离成功很近，你们一定要继续下去，坚持下去，去走自己想走的路，去做自己想做的尝试，一定不要放弃，一定不要放弃改变，要去创新，因为创新是你的能量的根本啊，创新也是你的天赋之所在，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一定要用自己的这一个，我觉得是独立的眼光，或者是特别的眼光，去把自己能够给这个社会，你自己能够给这个圈子，你自己能够给这个领域带来的价值发挥出来。好，第二张牌，哇，天哪，我第二张牌真的抽到了手工艺品诶 ，crafter， 这是一个匠师或者是手工艺匠人工匠的一个能量啊。他说你的前途里面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个东西跟你的手有关系，是你的手创造出来的。比方说裁缝啊，现在有些裁缝真的很厉害，现在的裁缝可能我们不叫裁缝，我们叫设计师，对吧？那么这个设计师包括了各个的领域，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艺术品的设计，对不对？那么艺术品的设计里面可能包括什么铁艺啊、金属啊、黄金啊、钻石啊，那么这个东西就很广了，对吧？那么无论是什么，它跟你的手有关。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至少在宇宙的角度里看到，你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那么你有什么东西想要用你的手去把它创造出来？弹琴、画画、写作 ，OK， 还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啊，你要用你的手去创造一个作品，你要用你的手去创造价值。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呢可能有这个宇宙啊，就是说你因为很有创新的能力，你有这个能量的本身嘛，所以它非常支持你去做一个精加工。什么叫精加工呢？现在的我们啊，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我们可能都有很多的地方用这个工业的流水线代替了我们的纯手工。但是呢，正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流水线出现的产品，所以手工艺才显得尤为的特别。所以这个时代就是在不断的更新和变迁。可能有一段时间，当我们的生产力不够的时候，我们用手，可是用手做的东西呢，可能有的地方不够精细，因为要量嘛，有的时候可能会不能够完全的统一。那么等我们的工艺到达了一定的阶段，已经发展成熟了，我们大多数的东西都变成一样的了，一模一样。大家看一看啊，你用的东西哪一个不是流水线出来的呀？你的手机、你的衣服你的这个书包、你的鞋，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流水线，都是跟别人一样的，很容易撞衫是吧？也很容易，你看都用同一个东西。那么随着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趋势的发展那你看到有一个人用的东西是手工艺品，手工艺编织的一个包包，手工艺制作的一个耳环，手工艺亲自制作的一个唱碟，手工艺制作的一个，比方说可能是这个西装，对吧？它是量身定制的，它的价值就显得非常的厉害。我记得好像那个，你看那些名人他们走红毯那些衣服不是也是定制的嘛，对吧？什么高定，对不对？是呀，就是同样的道理嘛，就是这个手工艺独一份，将会是接下来的领域当中非常火的，也是非常受人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有这个能力，你要做的不是大众，不是流水线，你要做的是特别，是那个唯一。如果你在某个地方是可以做成唯一的，因为你很特别，你就能够变得跟机器做的不同，你能变成唯一，你就厉害了。这也是你接下来可能要去走的路，或者是你前途最光明的地方。
所以最后一个啊，既然你能够发明创造，你有这个新的想法、新的点子，所以你能够创造出来的财富，你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也必将是一个创新之路。别人尝试过的赚钱的方法，别人走过的路，对于你而言，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第一个我觉得你未必喜欢啊，我觉得你未必喜欢，你可能很不屑。第二个呢，就是你越创新，你越不同，你所创造的价值，你能够带来的这个钱啊，这个财富也会更加的好。是既轻松又简单的赚到你需要的金钱，是既轻松又有灵气的创造出你唯一能创造出来的价值。好，最后的一张牌啊 ，OK， 最后的一张牌是 Motivator。OK， Motivator 这张牌呢讲的是鼓励别人、激励别人。这张牌呢，其实我会觉得第一个吧，就是说宇宙在讲你要去分享。这张牌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水瓶的能量，我觉得很有连结。除了你自己啊去创新以外，你创新完了以后，你要去分享。分享，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能量，就是分享经济啊，虽然也是跟这个金钱可能有点挂钩。但是呢，我看到的啊，不仅仅是分享经济，同样也是把你的技能，我觉得是鼓励更多的人。它可能也是你的兴趣，不仅仅是钱，钱是随之而来的。当你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分享出去啊，或者是你遇到很多跟你一样的人呐，你想去鼓励他们呐，你作为前辈，对不对？你现在是自己走出一条新的路，那等到你做得很好以后，你就变成前辈了。你作为前辈，你还可以去跟晚辈啊，跟小辈分享。我觉得这个走入社区的能量是你喜欢的。水瓶座，结交朋友，结交新人，结交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啊，这个可能是精神更多，然后呢也会有金钱和财富的一个追随。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确实是水瓶，水瓶是风象，又有这个宝剑骑士啊，那有些朋友呢，如果不是手工艺的话，不是靠手的话，那就是靠你的嘴啊，你会说话，你会教别人啊，你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教练呐，对吧？会说话呀，你会成为别人的导师啊，你会成为一个，比方讲激励别人呐，去努力呀，反正就是很会说啦，对不对？那你的积极，因为木星嘛，木星就是老师啊，这个是上帝啊，上帝给我们神谕，我们去听上帝的话，所以你会有这种神谕的能量，你说出来的话能够鼓励别人，你说出来的话呢能够让别人相信，你说出来的话呢能够激励他们，那么这也是你的价值之所在。所以有些朋友呢可以去考虑跟这个说话演讲 OK 教练导师相关的一个职业发展啊，去做自己想做的人，去说自己想说的话。那么当然了，最后呢也是要去鼓励自己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女帝牌是逆位，所以我觉得这个翅膀如果被别人收起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不能收起自己的翅膀，你要让自己的翅膀能够进入到一个有效的空间，足够大的空间，让它能够展翅，让它能够高飞。所以这个能量是你自己得为自己做的，鼓励自己，让自己改变，让自己能够进入到属于你的地方。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做的努力，谁都没有办法去代替。所以这个改变，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就是这个变化嘛，换行业也好，创业也好，换工作也好，无论你怎么变，选哪一条路，我觉得这个变化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你需要在变化当中让自己可以去展翅高飞，你需要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天赋和潜能发挥出来。我们今天看到两个，一个是跟手有关，一个是跟你的嘴有关。你要用你的手或者是用你的嘴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坚持，那么你离成功将会是最近的一个人。好，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你的前途会怎样我们来问一下宇宙，感恩。哇，第一张牌金币3，这个前途很好。这个前途呢，在代表着你将做得很怎么讲呢？就是这个3，它是一个多3个金币在一起，它代表着你的努力将吸引到和你一样努力的人，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哦，
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不要想着说哦，我去换行业、创业或者是改变，我一个人在那里辛苦工作。恰恰相反，你做了这个改变以后啊，你会发现有人跟你一起，有人要帮你，你想帮别人，这个是绝对走入人群的能量啊。我们看到这个水瓶女帝走入人群，走入的这个人群呢，其实是你的圈子。刚才我讲，可能有些朋友需要去进入到那个圈子，你想进入到某个圈子，这个圈子你将遇见，你将碰到，你将成功的走进去。这个圈子里有你需要的人才，有你需要的贵人，有你需要的这个帮手啊，这个地方有很多，所以3个金币放在这个地方，它代表着一个建造，代表着一个扩张，不再是你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手牵手连接在一起，大家一起做，可能是相互鼓舞。你看 motivator 不是你一个人，你有观众的 OK， 你有观众的，或者是你有这个想去听你怎么说对你感兴趣的人，你会有客户的 crafter， 你会有客户的，那你的客户是属于哪一种客户，你自己要知道你要帮的是某一群人，某一个属于你的圈子，你要把自己的圈子定义好，你就能够遇到这个圈子里的跟你一样的人，那么你们在一起相互帮忙，相互服务，相互给出价值，相互的去鼓舞，这才是你接下来的这个前途之所在。金币3，那么我们看到是土象3，土象3呢还代表着一个资源共享也许你有别人需要的，别人有你需要的，所以是资源共享。金币3 OK 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吊人。吊人这张牌呢，我会觉得未来的这个前途是需要你去一边做一边想，然后呢，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成功。我今天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确实有跟时间相关的信息，就是你接下来要走的这个前途之路，不是一个突然成功，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成功，这比较像是你的事业。事业是什么？是我们用一生一世努力和付出的地方。吊人牌 persistence 一直坚持，一直努力 hard work 坚强，或者是说勤奋，包括这个女帝牌 OK， 包括这个女帝牌它都指向着一种凝固，因为这个水瓶星座是一个固定风，它并不是一个开创风，也不是变动风，它是固定风。水瓶座的能量其实它是一个固定星座，它只要去认同的，它看好的，它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所以水瓶座的变化也会有突然的一个灵感，但是一旦他确定这个灵感和方向以后呢，他也是非常执着的，一定要做成，一定要帮助一群人，一定要和某一类人打成一片，一定要让自己变成谁。固定星座对吧？固定星座，你看吊人牌，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沉思，不断的让自己灵性大开。你看这个人，玫瑰花的藤蔓加上他的这个就是调过来嘛，就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灵性大开，他头都是亮的。这张吊人给我的感觉其实是灵性大开。当你真正的走入那个领域，做成了你想做的那个人，或者是把你的翅膀打开以后，我觉得你就不会变了，你会在这个空间里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发明，不断的去沉思，不断的去发明创造，不断的去推进。你也会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享受你给自己带来的这个改变，享受你在这个圈子里的发光发热。好，最后一张牌，关于你的前途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改变对你的前途是什么呢？ Temperance 今天还有2张大牌耶。 Temperance 讲的是什么呢？非常舒服融入人群，非常舒服的融入一个集体。 Temperance 绝对不是你自己一个人Temperance 再一次的强调是你跟别人一起。我们在讲这个能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一下，当这个能量呢进入到摩羯星座，其实它代表的是个人成就最高的那一个点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那么当这个能量呢到达这个水瓶星座的时候呢，其实它不仅仅是自己的成就，它代表着一个团队、一个族群、一帮人、一群人的共同成就，是共同成就。所以 Temperance 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你能够在新的领域、新的圈子跟大家相处的很愉悦，不是打压，而是大家相互的支持。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大家一起来用。所以这张牌它也在代表着1+1大于2的能量。一个公司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团队，每一个人都在公司里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那么这个公司就能做得很大，就能做得很好。同样的，你跟一个比方说跟你感兴趣的或者是这个人群绑在一起或者是服务一类人，你们在一起就是相互的去陪衬，相互的去依托，相互的去让每一个人吧能够到达的最大的值变得更大，因为你们的后面有更多的人，对不对？所以 Temperance 给我的感觉是你会在里面过得很舒服，会在里面过得很舒适，这个前途对于你来讲是那种可以让你不断的改变。你看这个水一个是红的，一个是蓝的，不断的去这个角不断的去融合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化。你也是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去表达自己对吧？跟着这个团队去改变呢，跟着这个改变去提升呢。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翅膀飞起来了。我们看我们去连接你当下的能量，你的翅膀是一个逆位，是被限制住的。但是呢，到了 Temperance 正位了这个大天使的能量，翅膀已经飞起来了翅膀已经开始有空间可以让你去展开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今年的这个换行业或者是创业，或者是你要去改变的这个方向和道路，你想去做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变化吧，我觉得是能够让你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天赋被激发、被施展、被看见的一个正确的路。 Temperanc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宇宙的一个指引，或者是给你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改变的话，你的前途究竟会怎样呢？第一张牌呢是一个 grief walk。这张牌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很悲痛的东西，我们要去释放掉悲痛那么如果是释放掉悲痛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做的这个改变是需要你去放弃一些东西的呢？是不是需要你放弃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的第二张牌讲的是 moving， 是移动，是搬家。那我看到就是如果你今年是换行业换工作、换领域，或者是选择创业的话，可能有一个东西会让你，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去真正的离开。grief work 其实它讲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可能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我们得让自己的痛苦流露出来，我们得让自己的痛苦释放出来。只有我们把这个痛苦真正的流露出来、释放出来，我们才能够释怀。那释怀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离开嘛。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是不是你生活当中或者是什么地方让你很痛苦，这个痛苦呢它也限制了你，这个痛苦呢可能也让你觉得你动不了，但是宇宙在说，你只有让自己接受这个痛苦，释放掉这个痛苦，你才能真正的开始去向你的未来还有光明的前途去移动。 moving， 那么 moving 的能量当中也有搬家的能量也有搬家的能量。所以会不会有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也需要通过一个搬家，或是改变一个移动吧通过一个移动的能量来让自己的翅膀可以真正的去飞翔。有一个东西在牵绊着你，圣杯一这是你的情绪、你的情感。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你很悲伤，这个悲伤的东西你需要去释怀，哭出来，闹出来，把痛苦就是叫出来，把这个悲伤的工作，把这个释放悲伤的东西你一定要做。你压抑自己的情绪，圣杯一的逆位，你压抑自己的情绪，它没有办法把你带到新的地方。只有你把悲伤和悲痛释放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离开，你才能够真正的飞起来。
你才能够真正的又一次的开始啊！你看这个采花命，再一次的开启，再一次的去做你该做的，你喜欢做的，你应该做的啊，对齐你的未来。好，那这里呢就是今天第3组牌的朋友啊，为你们所看到，如果今年换行业、换工作或者是创业的话，这个前途会怎样，以及来自宇宙具体的指引和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祝福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祝你们好运。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